各位看官好，我是曹履虫，今天带大家游览中国4大名园之首的拙政园，它也被称为是天下园林之母。拙政园进去后有2个门，左边叫入胜，右边叫通幽。我们随便选一个从左边进的。这里有块牌子，它是1961年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文保单位，当时只有4个园子，其他3个分别是北京颐和园、承德避暑山庄、苏州留园，统称中国4大名园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拙政园的地图，它其实一共分为3个园，右边这一块是东园，中间是中园，左边是西园。我们现在的入口位于东园的这里，我们就先从东园开始，依次向左游览3个园。东园的第一个建筑叫兰许堂，取自李白的诗《独立天地间》，清风洒兰许。园主欣赏如风一样潇洒的人生，像雪一样高尚的品味。我们看兰许堂的窗，上面一块块像冰裂开的一样，叫冰裂纹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寒窗。10年寒窗无人问，一朝成名天下知。上面还有一朵朵的小梅花，梅花有报春的意思，春天就要到了，坚持就有希望。穿过兰许堂，前面有一片假山，叫做对云峰，它把东园的景色挡住了一大半，欲扬先抑。这种造园手法叫做意境，也叫障景。家里的情况不能让外面的人一览无余啊。来拙政园游览，主要是看它的各种造园手法。如果我们走马观花，那它就是个普通的大公园。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要看门道，这样大家以后去其他园林也会看得懂那些造园的手法。东园里的景点不多，过这云峰有一处天泉亭。拙政园的元代是一座寺庙，叫大红寺，这里有一口寺里面流下来的井，因为井里面有水，而水又代表财，园主人为了招财，专门在井上修了个亭子。说到拙政园的第1位主人，明朝御史王献臣，40岁那年被贬官，回到家乡，请了江南4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帮他设计了拙政园。王献臣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当官，所以叫拙政。过了天泉井，就是东园里最大的建筑熟香馆。熟是糯米的意思，王献臣当时是把东园用来种稻子，这个里面现在是卖旅游纪念品了。东园不大，很快就看完了。现在去中园，东园和中园之间有道围墙，在这道围墙上有许多花窗，可以透过它们隐约看到些柜面的东西，像蕾丝一样的效果，这个叫漏井。穿过这个门洞，就进入到中花园了。这里是拙政园的标志性景观，中国园林当中最经典的街景就在这里。前面是舒展的水面，远处是苏州古城的标志北寺塔，但是从这个角度看，北寺塔仿佛是建在园里一样，被借过来了，完美融合。苏州为了保护古城，限高限色限空调，古城里所有的建筑高度都不能超过北寺塔的第3层，颜色必须是黑白灰3色，所以才能保持古城的原貌。这个街景的边上还有个亭子，叫吴竹幽居亭，在里面可以看到春夏秋冬4季的景色。这边都是青翠的竹子，代表春景，这边对着荷花池，代表夏景。
南边白墙白皮松代表了秋季，而东边的白墙则代表了白雪冬季。可惜这两位师傅一直不肯离开，不让我拍个干净的照片。园林是个好地方啊，既建在城市里生活方便，又可以筑起高高的围墙，在围墙里面构筑自己心中的山水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原的主体建筑远香堂，就是主人的客厅。取周敦颐爱莲说，先远益清的句意。这个堂的四周全部都是玻璃的长框，四面的景物都一览无余。我现在站在远香堂门口，对面有3个亭子，左边这个叫和风四面亭，中间这个叫雪香云尾亭，右边还藏了一个大双亭。这些亭子外形都差不多，互相成对，所以叫做对角。远香堂的边上是倚玉轩，里面有一块灵璧石，长得像一只貔貅，从头摸到尾，顺风又顺水。灵璧石也是中国4大观赏石之一，另外3大叫太湖石、鹰石、昆石。出倚玉轩这边中原的建筑都是围绕着水展开的，对面那个建筑叫香洲，周同洲，是一个船形建筑。原主在官场不如意，回到家中，想像李白那样，人生在世不称也，明朝散发弄扁舟。我们现在到这个香洲里面来看看，上面香洲2个字是文征明显。这边船舱中还有一面镜子，反映着对岸玉轩一带的景物。这个靠镜子来反射的手法，也是一种借景。然后我们看香洲左边的小飞虹，就是这座小桥的名字。古人用彩虹来比喻桥，浪漫至极。小飞虹将水面一分为2，后面有一个小沧浪水院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我现在已经在小沧浪水院里了，这次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小飞虹，这也是拙政园的另一个标志性角度，整体看上去非常有层次。现在我们回到中原的中心，朝另一个方向走。这边和风四面亭周围种了5棵柳树，我们知道陶渊明就叫五柳先生，原主也想过陶渊明般的田园生活，所以也种了5棵柳树。而对面的那个亭子就叫剑山了。太平天国攻占苏州后，忠王李秀成就住在那里，他经常在建山楼的2楼办公。而且这幢楼有个特点，从外面的1楼是没办法上到2楼的，2楼要从另一边上，也只有李秀成本人才能上去。我们现在沿着这条路上去看看，就是这里了。古代没有玻璃，你知道他们的窗是用什么做的吗？用的是贝壳磨出的，叫明瓦，冬暖夏凉还透光，但是这种技术现在失传了。中原就参观完了，我们现在前往西园。进入西园的这条长廊叫做波兴廊，也是中原和西园的分界线。它高低起伏，左右曲折，富有动感，是苏州所有长廊里的经典之作，也是苏州园林里唯一一条架在水上的长廊。沿着长廊走，这里对面有个景点叫与谁同坐轩，要从这个角度看过去。它的屋顶整体像一把打开的折扇，但是它前面的屋檐部分和后面的屋顶部分其实是2个建筑，这个手法叫叠景。拙政园在明末清初的时候，
被一个叫张吕谦的人买下来了。因为张吕谦的孙女掉到水里淹死了，所以建了这个青石床超度亡灵。大家不要轻易去和这个东西合影。沿着长廊继续走，就到了西园的客厅，这里也是原主人张吕谦听昆曲的地方。里面分为2个厅，北边的靠水，主人在水里养了36对鸳鸯，所以叫36鸳鸯馆。但是现在水里只看到了1只鸳，鸳鸯雄的叫鸳，雌的叫鸯，现在只有1只鸳。鸳鸯馆内提这块匾的人叫洪军，是清朝同治年间的状元。这个馆内靠南边的一个厅，主人在外面种了18棵山茶花，山茶花又名曼陀罗花，所以这个厅又叫18曼陀罗馆。落款同样是一位状元写的，陆瑞祥，江苏最后一个状元，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。在这个厅的东南西北角各有一个这样的耳室，上面都是进口的玻璃。当时主人在里面听戏，下人就在这里随时等待召唤。初36鸳鸯馆有一座馆叫留听阁，意思就是你听完了昆曲之后，再留下来听雨声呢。留听2个字取自于李商隐，秋阴不散双飞来，留得残荷听雨声的诗句。过了留听阁，是整个园子的制高点，叫做福翠阁。但是现在爬上去，视角并不是特别好，在下面想象一下就可以了。游览完西园之后，我们要再次回到中原，才能离开拙政园。出口这里还要经过一个琵琶园，前面那个门洞又是一种造园艺术，叫阁景，一堵非常灵动的云墙，可如满月般的跃动门，起到了一个分隔空间的作用。这里围了好多人拍照呢，我们去看看有何蹊跷。这个亭叫嘉石亭，白墙围纸，山石翠竹为画，这个就叫矿井。然后里面的小姐姐一边围山一边围人，站在里面就是画人线。然后中间的桌子上还有一块金砖的，铺故宫用的，当时主要就是苏州一带产，1两黄金1块砖。拙政园为什么被称为是天下园林之母？走到这里，我终于知道了答案。这里运用了如此多的造园艺术，依景、借景、叠景、创景、漏景、对景、隔景，这些技法一直被后世的园林所学习，所以拙政园就成为了天下园林之母。下次去逛其他园林，你是不是也能看出点门道来呢？关注草履虫，为您不断打造旅游视频攻略。